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被裁了，我从公司初创就在财务部工作，兢兢业业8年，总算熬成了财务主管，结果被裁了。实习生空降财务总监，大刀阔斧进行降本增效的改革。后来公司被内部员工举报偷税漏税、虚开发票，他们打爆我电话，求我帮忙平账。我笑道：抱歉，我在税务稽查局工作，贵司正是我管辖的。臣下，公司降本增效，决定裁掉部分 KPI 不达标的员工。很遗憾地通知你，你在上一季度 KPI 垫底，所以要和你解除聘用关系。我莫名其妙，我一个公司财务，哪来什么 KPI？ 这只不过是裁员的借口罢了。公司有变动，我之前就听说公司要大裁员，同事们都在议论这事。CEO 沈重要塞自己人进来，但我万万没想到，第一个被裁的人居然是我这个财务。我从财经学院毕业就进入这家公司，当时的公司还只是沈重的网红工作室。后来随着直播带货的热潮兴起，沈重乘着这阵风，在第一时间转行成为直播带货主播，从一晚上交易量几万，到现在日交易量上亿，工作室也随之壮大起来，成为行业内最大的主播经纪公司。沈重拉来投资，自己做 CEO， 但他仍旧不肯放弃带货直播这么可观的佣金收入，依旧冲锋在第一线。现在是行业内 Top 3的大主播。我在公司里兢兢业业工作了8年，当年工作室只有不到10个人，我除了财务工作，还帮忙做运营。沈重谈合作我跟着，谈佣金我也跟着，谈折扣我也在旁边做计算给建议。虽然现在表面看上去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财务，但公司每一次大直播的流水我都了如指掌。我不喜欢交际，但喜欢数字，喜欢学习。除了工作，闲暇时间我考了注册会计师、税务师、ACCA 和 IPA。 我喜欢未雨绸缪，考这些证让我感觉充满安全感。紧张的考试让我大脑兴奋，工作上更加充满干劲。这8年，公司的账被我梳理得清清楚楚，审计来都要夸一句账条理清晰，凭证充分完整，找不到一丝问题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在这个时候，第一个被裁员的居然是我。回财务室的路上，不少其他部门的同事碰到我，关心地问我：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倒是无所谓，耸耸肩，没事，被裁了而已。还没到财务室，玲玲就从办公室里出来，夸张地捂着嘴喊：夏姐，你被裁了呀！沈重怎么这样？我去跟他说说。我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玲玲尴尬地撇撇嘴，转身回去了。全公司只有玲玲敢直呼沈重的名字。他是今年新招进来的财务，还在实习期。财务是7个人，他被安排在我手底下学习。一开始我很认真，带着他从公司最基础的报销手续教起。一开始他还很礼貌地叫我师傅，跟在我身后学习。不出1周，他大部分的上班时间就不在财务室了。隔壁行政部的同事问我新来的小姑娘怎么样，我笑了笑，年轻人比较活跃。玲玲是不愿意束缚在财务室的年轻人，她熟悉了公司各部门以后，就借着收集报销发票的名义在各部门交际。她长得肤白清秀，打扮时尚，嘴巴又甜，把那些核心部门的男同事们哄得服服帖帖。我工作8年都没认全公司里的同事们，他已经一口一个某某哥，把他们都哄开心了。这些都与我无关，我踏踏实实做我自己的账，保证公司财务经得起审计和税务局审查。
过年前，我做完年报，打算去和领导汇报工作，他突然自告奋勇，说他帮忙跑腿，交给领导汇报。那天正好我父母来，我着急回家，就把报表交给了他，还叮嘱了他哪些数字需要提醒领导们注意，特别是去年双11的直播收入，分给沈仲个人的收入和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，一定不能混了。林玲连声说好，我看他神思有理，根本没有放心上的样子。本想说我去汇报，但想到我的报表准确，我又着急有事，他汇报不来，问题也不大，我就放心离开了。也是从那一天开始，公司里开始传言林玲是沈仲的女朋友，公司里的瓜很多，我听过就忘，因为这些都和我无关。直到前阵子公司高层开会，我被叫过去问第1季度收支情况，我提前过去，在门外就听见了会议室内的讨论。沈仲抱怨财务部门太死板了，我是公司创始人，公司80%的流水都靠我的直播，我是最大的收入来源，公司收入本就应该大部分都是我的，他们倒好，扣掉那么多企业所得税以后，分给我的钱还要一分一厘全都死死板板去交个税，45%的税啊！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过来的呀！我听得只觉得好笑。什么时候遵纪守法也是一件错事了？会议室里突然响起林玲的声音：“沈总，夏姐是老财务了，她经验丰富，做事严格认真，虽然可能工作效率不高，也给公司多交了税，但至少不出错吧？”公司高层会议，林玲却也在场。沈仲声音温和：“玲玲，你不必帮他解释了，他是公司的老员工了，却一点都不为公司考虑。财务的工作谁做都一样，他不过是一个普通财务，还把自己当管理层了。”沈仲在公司内一向这样，毫不顾忌场合。我一直知道，和其他业务部门不一样，财务的工作枯燥乏味，领导还看不见。做对了是本分，做错了就是犯了弥天大祸。以前有个财务部门，同事报销的时候少打了1块钱，被沈仲连着1周在会议上骂，最后骂到同事主动辞职，连赔偿金都没有。这是一个没有 KPI， 也不会被夸奖的部门，只是我不邀功，埋头工作考证，连沈仲都忘了。我作为公司元老，掌握了公司最初到现在所有的财务数据，甚至一些合作品牌的联系方式我都有。我和普通财务完全不一样，我签了离职合同，就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。沈仲来办公室给林玲送咖啡，看到我，当着同事们的面，语气沉重：“陈夏，我也不想辞退你，但是你这么多年了，也没为公司创造什么价值，公司不养闲人。你看你工作这8年，什么进步也没有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不如领了赔偿金回老家，找个有钱男人嫁了吧。”他的声音到最后已经憋不住带着讥讽了。我知道他对我给他交纳45%的个税一直怀恨在心。林玲还在一旁搭嘴：“夏姐，你放心，以后公司的财务就交给我了，我会做好的。”沈仲立刻说：“是，林玲比你懂得多，以后他就是公司的财务总监了。”我在公司做了8年，只涨工资不涨职务，但实质上我的工作性质已经是财务主管。林玲从实习期转正，直接就是财务总监，怪不得林玲一个实习生可以参与高层会议。我心里暗火，但又觉得好笑，借贷都分不清，这女的会做个屁，她只会做向上管理，随便吧，以后公司倒闭了也和我没关系。我抱着箱子离开，带着赔偿金在家休息了2周。这2周
我也没闲着。这几年，我爸妈一直劝我考公。这一次我被裁，没事干，就买了2套书在家看。财务人最擅长考试了。以前读大学的时候，整个4年，同学们都在考试，考出来不一定有用，但不考一定会被卷死。考公也是考试，不如试试。我刚做完一套行测，收到一条消息，是前司财务部的同事小爱发来的。夏姐，林玲给沈仲注册了一个个人工作室，他还没发来下文，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我回他一句：要考公吗？一起考，反正这公司早晚要倒闭了。沈仲很久以前就暗示我如何避税，我在合法范围内做到了极致，他仍不满意。林玲给他出了一个主意，通过沈仲的个人工作室和公司之间开往来业务的发票，将收入转移到个人工作室上，沈仲就可以将这笔收入纳为己有，不用交税。我看着现行的税法，笑得肚子痛。真是一对璧人，一个敢说，一个敢做。去年的真题卷，我花1天时间模拟考试，考了152分，行测90分。申论是我的弱项，我对公文写作没有一点基础，只能凭借自己的理解随便写。我在朋友圈发了成绩截图，询问朋友圈有哪位大佬可以教我怎么写申论吗？我毕业那年，会计师事务所扩大招聘，很多同学们都进入事务所工作，但随着经济形势下滑，他们大部分在1年后就转行了。有不少考公上岸，进入行政事业单位工作，其中不乏各个省市的公考大神。我发完朋友圈就继续看书了，没一会儿，我收到一条微信：大神，你怎么在考公？江宁是我的大学好友，隔壁工商管理的校友。我大学的时候就在考 ACC， 有2门课考到大陆第1。那之后，同学们给我起了外号叫大神。我回他：我被裁了，回家考公了。他说：你行测这么高，大神，我就是行测不行，你教教我怎么提升呗。江宁一说，我才想起来，他考公考了8年，一直没有上岸，但他非得死磕，不肯回家继承他家上亿家产。这几年，每到省考国考的时间点，他就会在群里哭诉自己又没进面试，甚至于他还问过我要不要一起考，希望我能带他飞。那时候我还在前司埋头苦干，一口回绝了。我不会教，我只喜欢自己考试，没有教人的经验。江宁忙不迭给我打了电话：大神，你帮帮我，我爸说今年再考不上，就要给我安排合作公司的小开联姻了。我给你钱怎么样？要多少都行。我不想包办婚姻。我犹豫了，自己考试的同时辅导同学赚点外快，好像确实不错。我回答：也可以，钱随便给吧。第2天，江宁就拎着2只大行李箱，风尘仆仆搬进了我家附近的5星酒店。我每天去酒店，自己刷题的同时，给他讲解行测的技巧。江宁行测不行，但申论比我优秀，我们俩恰好互补。我们这样学了2周，江宁的行测从均分不过50提升到了70。他斗志昂扬地说：我感觉我有希望了，大神，不愧是你。你知道当年你让我多崇拜吗？年年绩点第1，考什么都是一把过，还考过大陆第1，真是名副其实的考神。只是后来你进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，我们都觉得太埋没人才了。我一阵恍惚，这样和同学一起备考的日子，让我想起了大学时代。当年我因为喜欢沈仲的旅行 vlog， 才去应聘他工作室的岗位。那时候的工作室，所有人都为了壮大团队努力工作，团队氛围融洽，大家像一家人。
我因为在自己喜欢的工作环境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就一直没走。后来公司越来越大，沈仲也变得傲慢自大，整个团队氛围变了。而我因为惯性一直懒得换工作，我暗暗惆怅，对江宁说：“这是我当时的选择，我不会后悔。”省考开始报名，江宁问我：“你打算考什么单位？”我早早目标明确地选好了岗位，提交简历报名，当然是税务局。今年省考恰好有税务局的岗位，我刚好可以赶上。江宁开始幻想，我找什么单位可以养老，文化馆怎么样？还有老干部局、总工会，我是不是可以喝茶看报，还有时间搞副业？我听悦了，你考都没考，就想着养老，想做什么副业？小心违规哦，卖货，搞代购。江宁说着又泄气，这次都不一定能过呢。我突然有了个主意，放心，这一次我一定让你上岸。江宁有了信心，高兴的又做了一套卷子。我做了个自媒体账号，把我教江宁的那些行测技巧整理后，录成讲课小视频，发在账号上，无偿分享。因为在前司工作的早年协助运营的经验，我做自媒体账号得心应手，很快就有了小几千粉丝。我在网上和粉丝一起互相探讨做题技巧，顺便学到了不少申论和面试的技巧，都整理成课程内容发布出来。只是没多久，我发现我自媒体账号涌进来一波水军，他们血洗了我的评论区，抄别人的学习笔记，要不要脸？抄子就是好人为师。我认识这个女的，在前公司做假账，给公司造成很大损失，被开了。现在居然来网上教人考公，你们也是一个敢教，一个敢学哟。大专生连考公的岗位都找不到吧？江宁学习的休息时间玩手机，看到我的账号，气得直拍桌子。是谁敢污蔑你？污蔑你就是污蔑我。我们财经学院虽然是提篮桥预备学院，但总比大专要专业吧。我无奈地把他手机拿走，继续做题，别管这些。然后我把这些评论删了，顺便关了评论区。我大概猜到是谁买的水军了。前天我给江宁批改卷子的时候，手机收到了小爱的信息：夏姐，今天沈仲又在公司早会上说你坏话，离职近1个月，我都快遗忘前司和沈仲的存在了。突然收到这个消息，我有些疑惑，问说什么了？他好像知道你在做考公培训的账号，我偷拍了发你。我一怔，随即收到了小爱发来的视频，视频是从角落偷拍的。沈仲站在主席台上，趾高气扬地大声说：有些人工作太闲，整天捧着书看，考试小镇做题家，把自己脑袋都考坏了，现在离职了，别的什么也不会，又去考公务员。就他那样，能做出什么成绩？在公司是公司里的蛀虫，考上公务员那就是国家的蛀虫。台下有几个公司培养的助播，卖力鼓掌附和。就是这种人早就应该离开公司了，不就是财务吗？阿拉伯数字加减乘除，谁还不认识啊？小爱恼火地给我发消息：夏姐，沈仲对你怨气也太重了，什么话都敢在大会上说。他也很讨厌沈仲。小爱主要负责运营部门和主播部门的报销审核，经常收到沈仲拿来的不合理报销，比如给自己妈妈买价值100万的手表，作为客户维护成本提上来报销。小爱驳回过一次，被沈仲指着鼻子骂，他没办法，只能红着眼睛给沈仲通过。我是复审，最后是我顶着沈仲的怒火把报销退回，并告诉他
如果他坚持把这笔账作为客户维护成本报销，那我会作为重大事项汇报给董事会。沈仲这才作罢。想到小爱家里条件一般，母亲生重病，我回他：你把视频删了，别被人发现了。经济环境不好，他不能丢了这份工作。是我低估了沈仲对金钱的在意程度。我以为像他这样的顶级主播，钱只不过是数字。小爱还替我叫委屈，我回他：没事，他不是第一天发疯了。以前沈仲是一个岁月静好的旅行博主，分享自己在旅途中遇到的事情，也分享旅行攻略。我这人喜欢宅在家里看书、工作，但又喜欢看别人在旅行中分享的风景和趣事，于是关注了沈仲好几年。那时的我天真的以为沈仲和他给自己打造的人设一样，人淡如菊，温文尔雅。直到我进入沈仲工作室，他开始直播带货，我才发现这就是一个素质堪忧、表里不一的颠工。带货主播在直播的时候，一言一行都有几百万人盯着，因此特别考验人的反应能力。沈仲在直播的时候就翻车过很多次，经常口无遮拦，说出对普通打工人不尊重的话。什么3000的工资也敢买包，只涨物价不涨工资，是谁的错？这么便宜都买不起，就别看直播了之类的，上过无数次热搜，被全网骂。但他深得炒作这一套，每次被骂都是他洗粉提纯的机会，因此他的粉丝粘性很高，购买力也极强。不知道从哪场直播开始，林玲也进入了镜头当助播，她长得漂亮清纯，吸引了一波男粉来围观。直播里，她经常和沈仲秀恩爱，丝毫没有遮掩自己和沈仲之间的关系。井号沈仲女友井号上了热搜，全网都在讨论她的高调秀恩爱，粉丝们纷纷表示祝福。男俊女美，天生一对，看起来就很般配啊。听说女朋友是 CFO 呢，也很优秀。当然，也有沈仲的女友粉愤愤不平，一看就是心机婊上位，重重不要信她，故意上直播秀给我们看。这女的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很快，热搜顶到了第一，沈仲又一次完成了提纯洗粉的 KPI。我对沈仲对我的讥讽并不在意，毕竟已经离职。还拿了不少赔偿金，够我好好休息小1年，顺便考个公了。我依旧在账号上发考公心得和应试技巧分享，但是很显然，上次的水军评论影响了流量。我最近几条视频点赞寥寥无几，江宁为我打抱不平。大神，我也找水军给你洗白。不用了，我笑了笑。我们先考试。那账号怎么办？你不做了吗？这不是坐着吗？江宁很不解，都没流量了还做？放心，等我们考上就有流量了。我看了眼手机，手机屏幕上井号沈仲带货考公培训课，井号正在热搜榜第一。听前司运营部同事说，沈仲提高了佣金，也丰富了商品品类，最近正春风得意着。但我知道，这是他最后的风光了。直播上，沈仲正在用他的3寸不烂金舌，疯狂推销考公笔试网课以及面试线下培训课。小镇做题家们，这是助力你们考公上岸的最佳秘籍。我可以这么说，你们买了学了，肯定能提高20分的均分。相信我，仲哥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今天在我直播间，不要5万，只要39999，笔试面试全套课程，不进面全退，进面没过退面试课程费用，包括课程这么便宜，要什么自行车？动辄3、4万的课程，让普通人都望而却步。但是他激动的情绪和高超的话术，
居然让这1万套库存都销售一空。饶是江宁这个富家千金，看了都瞠目结舌。他举着手机嘀咕：“大神，考公培训这么赚钱啊！这一晚的交易量比我家1年的利润还高。”我拿着笔敲敲桌子：“等你考上了，我要的不会比这少。”江宁嘿嘿一笑：“我之前报过多少10几万的名师，1对1都没用呢。要我这次能考上，我爸说不定都能激动得送你1套房。”我对这个可能性表示心驰神往，然后又给他找了一套模拟题。江宁作为企业家的女儿，商业嗅觉异于常人。那天之后，他就一直在研究各大培训机构和私人培训班的模式和赚钱机制，最后神秘兮兮地掏出一个方案，和我商量：“大神，要不要搭伙做生意？”他想和我合伙卖培训课程，我摇头，现在不是时候。然后又给他定上了时间，1个半小时做完这套题。江宁哀嚎连天。经过近2个月的密集特训，我和江宁参加了考试，都进入了面试，笔试排名第1。我凭借159分，超第2名10分。江宁对我感恩戴德。我们开始一起研究面试技巧。这期间，我打开了我账号的评论区，没多久就有粉丝发现了这件事，涌入了一大堆的评论：“感谢大佬，笔试上岸了，这些技巧是真有用，谁懂啊？”我在沈重的直播间买了课，那个培训机构比某某垃圾100倍，老师上课不知所云，我根本学不进去。最后还是自学的，楼上赶紧去退钱吧。我挑眉，一刷社交平台，果然不少当初在直播间买了课的考生都在喊着要退钱。退钱的考生太多，导致培训机构无法及时退款，出了公告通知考生们排队，钱款会在6个月内分批次退回。考生们纷纷骂机构骗钱，甚至有人将机构举报给了12315，而我的前司也因为这件事情被卷了进去。小爱给我发消息，喋喋叫苦，我真无语了。卖课的时候，沈重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，和机构谈了压1半的佣金，等考完试，最后所有预收款都转收入，再付剩下的佣金。现在好了，听说退款率有95%，真是赔本赚吆喝。公司这次亏大了，这件事我倒是不意外。考公本就是过独木桥，几百个人竞争一个岗位都算冷门岗位了，在这种情况下的包过课程，退货率可想而知。只有95%的退货率已经算考生们的通过率很高了。当然，其中有部分选择不退款，下年再用的考生。沈重现在选品越来越不经大脑了，他当初为了逞一时之快，羞辱我，特地卖培训课程，却没考虑过包过课程的特殊性。他本可以谈好一口价的佣金，可因为高利润，他抬高佣金，最后谈了压1半的结果，剩下这1半的佣金是打水漂了。小爱说，这笔账快把我头发都做秃了。我熟悉公司的每一笔账，这些倒不是难事，但是小爱不提，我就没有主动提帮忙。现在更重要的事情是准备面试培训，只有2周不到的时间。我的面试在考场第1组，因此现场就可以得知自己的分数排名情况。面试问题不算刁钻，我练习过很多次类似的题，所以很有信心。大方地和考官对视，看到考官眼里露出满意的眼神。成绩出来，86分，不出意外，应该是全场最高分。我顺利上岸了。江宁在另一座城市考试，我等到傍晚才收到他的消息：大神，我考了80分，虽然第2名，
比我高2分，但我笔试分数高一点，有惊无险，上岸了，太好了，我不用结婚了，爱你大神。我勾起唇角，抬头看天边的夕阳，染红了半面天空。我回复江宁，东京见。江宁和我约定好，考上就请我去东京看樱花。公务员政审结束后，公示名单出来，我和江宁登上了去东京的飞机。我拍了登机牌，发在了账号上，顺利上岸了。评论区纷纷表示恭喜和羡慕。准备面试期间，我也一直在分享备考心得，我的粉丝已经破万。江宁预定了富士山脚下的温泉酒店，我泡完温泉，舒舒服服地吃着寿司，坐在凉亭下欣赏远处的白色雪顶。小爱给我打了个长途电话，声音焦急：夏姐，10万火急，公司系统坏了，财务系统里存着的财务数据都找不到了，怎么办啊？我声音冷静，举起啤酒杯，舒服地喝了一口。林玲知道，她知道什么呀？就知道使唤我们。我离职前把手头所有的账号密码、印章以及财务数据账簿都交接给了林玲，甚至提过数据备份在哪里。看来她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。我叹了口气，我已经离职了，前司的事和我无关，而且当初都移交给了林玲。若真的要我帮忙，让沈仲来找我吧。小爱哭诉，他说这是我们财务部的责任，我们自己处理。我虽然心疼他，但表示爱莫能助，挂掉了电话。小爱在那之后就主动辞职了，跑来找我咨询考公的事情。我问他事情怎么解决的，大概是离开以后心情变好了，他放下了心里的包袱，语气愉悦。林玲说是公司网络有问题，最后花大钱请人按照原始凭证把数据一点点手工输入，还顺便升级了系统，花了7位数呢。这么多复杂零碎的数据手工输入，我光想想都觉得头大。上次公考培训班退费潮，让沈仲1个月白干，口碑还受到影响。之后的直播销售额有很明显的下滑。小爱离职后，陆陆续续又走了几个财务部的同事，他们都找我诉苦，说自从我离开，林玲接管了财务部，整个公司内部管理开始乱套，沈仲和一些大主播们的报销更加随心所欲了。而沈仲3天2头开发票过来，要财务将收入转到沈仲的个人工作室账号上，后来甚至要财务部帮忙开业务往来的发票，他们推拒不掉，越想越害怕，干脆纷纷跑路了。这些同事离职前，财务部只剩下林玲一个光杆司令和一位装订账簿的阿姨。听说后来公司又招进来几个刚毕业的年轻人，都是没做几个月就离开了。小爱说，林玲到底有没有学过会计法呀？怎么胆子这么大？我们是领工资的人，可不想进监狱。我耸耸肩，当利润达到10%的时候，他们将蠢蠢欲动；当利润达到50%的时候，他们将铤而走险。很显然，沈仲现在就在铤而走险，这些都和我没关系。我已经入职了我原先工作城市的国家税务局，在稽查局工作。我白天上班，晚上整理课件，分享到我的账号上。几个前同事也跟着我的学习笔记学习，准备考公。随着我的分享越来越多，关注我的粉丝也逐渐多了起来。有同学发现了我的账号，在评论区认亲，和关注我的粉丝聊了起来。我们那一届的考神啊，年年国1奖学金，绩点第1名，4、6级都是600多分，自学 ECCA 2门拿了大陆第1。楼上质疑我可以，可不能质疑我们大神。
你们要证据，我可以立马给。我现在手机里还有当初大神 CCA 大陆第一的奖状截图呢。我傻眼了，他们什么时候找到我的奖状的？随着这位大嘴巴同学越说越多，我的粉丝群体也更加丰富。不少财经类的考生希望我可以分享一下相关考证的经验。我想想也不是什么难事，于是把当年考各种证书的笔记找出来整理分享。工作后，我发现周围的同事们并不像江宁对体制内想象的那样喝茶看报享受，他们都很忙碌，并且抽空都在学习考试。得知我把注会、税务师、ACCA 这些证书都考出来了后，有同事捂着胸口痛哭。我考注会已经第5年了，马上第1门就要失效了，杀了我吧！大神，求求你教教我怎么考试。我很疑惑，问他们，在税务局工作，考这些证有用吗？曾经沈重撞见我在午休的时候刷题，就嘲讽过我，这些考了有什么用？我当时回答，我只是想考而已。同事们都回答我，没用啊，那考来做什么？大家都在考，不卷不行啊。我点头表示理解，把自己的账号分享给了他们。就这样，我的粉丝数破了10万。第2年，我平稳度过第1年试用期，工作也开始得心应手。我的工作变动，负责南城区的公司，那一片大多都是电商和网红经纪公司，其中就包括我的前公司。我买了辆小车，方便上班去园区和各个企业进行对接，当然也避不开沈重的公司。这天，我们局收到了匿名举报信，举报我的前公司做假账、虚开发票，公司 CEO 沈重偷税漏税。我和同事收到举报后，由我发信息，打电话通知对方财务负责人和沈重自查并进行补缴。我直接打给林玲，要他自查的同时，别忘了上报领导。林玲似乎没听出我的声音，态度倒是很好，知道了，我们会好好查的。他这敷衍的态度让我立刻明白，他不会，他转头立刻就忘，不会放在心上。我挂了电话，又拨通了沈重的号码，等了好久，沈重才接起电话。他那边声音杂乱，很显然也没听出我的声音。等我表达来意，他态度很不好的大声说，我怎么可能偷税漏税？我最遵纪守法了。我说你们税务局能不能不要听风就是雨，冤枉好人啊！你们1年跟我们内税人拿那么多钱，就是这样对待我们内税人的。我1年交了这么多钱，都用到哪里去了？我懒得听下去，说我已经通知到位，如果逾期没收到补缴税款，会进行上门查账。沈重不以为意，你来，我干净得很，很好。看来他是不撞南墙不后悔。鉴于沈重是大主播、公众人物，对社会影响大，所以领导让我们多给他一些时间自查。于是我们等了很久，却依旧没有等到沈重的1分钱补缴。我很清楚他1年大概有多少收入，也估算得出他漏交多少税。这是一笔普通人10辈子都不敢去想的数字。我们给了沈重时间，但营销号并不肯给。很快，关于沈重偷税漏税的消息被营销号发到了网上，立刻引起了轰动。沈重这才急了，立刻发布律师函，表示要告这些营销号造谣。我们税务系统也适时给出了回应，表示会对有关情况进行核查。我直接给沈重打了电话，沈先生，明天下午南城区税务局会到贵公司上门查账，核实贵公司和你个人去年收入纳税的情况。沈重这才着急起来，找借口逃避，我明天不在，
麻烦你们改天再来。没事，我们可以先找你们财务负责人了解公司情况。他也不在。我深吸口气，沈先生，我们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，你必须配合。语气一严肃，沈仲这才紧张起来。那我尽量在。挂了电话没半分钟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我接起来一听，是林玲。夏姐，沈仲要被税务局查了，你有没有办法帮忙啊？公司的财务账你最清楚了，有办法把账做圆，不被查出来吗？我叹了声气说，你让沈仲给我打电话。这一次，沈仲终于肯屈尊降贵，亲自联系我。他声音带着一丝卑微，陈夏，你和我同事8年，看着公司从小的工作室壮大起来，你也不想公司出事吧？我无奈地说，沈仲，我也不是神，你和林玲做的那些漏洞百出的账目，丝毫不加掩饰的条目，还有虚开发票，我真的没法屏障。要知道，偷税漏税不用坐牢，但是虚开发票会。我已经不在公司了，就算在公司里，也不会为了帮忙而让自己身陷囹圄。我对提篮桥不感兴趣。还有，我慢吞吞说道，你真的没听出来我的声音吗？沈仲一怔，他像是察觉到了什么。10分钟前，就是我给你打的电话。时隔1年，我再次回到前司，和同事以税务稽查局工作人员的名义来对前司查账。我穿着制服向前台出示证件，心情复杂。听说了沈仲那样的操作，其实我预见过会有这么一天，只是我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。我和同事查了2周的账，期间林玲和沈仲一直想尽办法不让我们查下去。甚至沈仲还以去年账务系统出错为由，给很多修改过的账目找借口。但我对公司的财务情况太熟悉了，直接从电脑里找出了备份数据，把原始数据全都找了回来。这下哪些账做过修改就更加清楚了。林玲看得目瞪口呆，指着我喊道，当时你怎么不告诉我有备份？哪个财务系统没备份的？再说了，我没交接给你吗？你自己用不来还怪我？我没好气地回答。他看着交接单上自己的签名，无语凝噎。最后，我们查出沈仲虚开发票1800多万，以个人工作室做收入，偷税漏税近4亿3千万，和罚金近8亿元人民币。我们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开出以后，下了最后通牒，务必在15日内补缴税款和罚金，到期不缴纳罚款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沈仲气得跳脚，指着林玲大骂，不是你说不会有问题，不会被查的吗？林玲脸色苍白的喃喃，我怎么知道会有人举报？我笑着摇头，虽然查你的银行流水很麻烦，但我们不是不能查，所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，请依法纳税。沈仲在15日内依旧没有按时缴纳罚金。1个月后，税务局发布了关于沈仲偷税漏税情况的公告。这一次，井号沈仲偷税漏税8亿井号上了热搜。多少？8个亿！妈呀，这帮主播到底能赚多少钱？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钱，分我1%啊！听说他女朋友是财务总监，这回会计真背锅了。我默默想，不，会计不背这个锅，不遵守法律法规的人才需要背锅。当天晚上，沈仲的直播间和微博、微信公众号被封，只是1个晚上的时间。他这个人关联的所有官方账号，就像从未出现过一样，人间蒸发，前司市值大受打击。而沈仲和林玲因为虚开发票，面临着牢狱之灾，缺少了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。
公司从此一蹶不振，没有多久就被另一家直播公司收购。至此，沈重引以为傲的企业再也不存在了。我的自媒体账号在这1年来突破100万粉丝，影响力越来越大。1年后，我的考公培训辅导书上市，一经上市就卖到断货。出书赚的稿费是合法收入，我已经因此实现了财富自由。江宁是我的合伙人，他帮我跑各个合作的出版公司，我负责撰写。而之后，我还会依旧在我的账号上分享我其他考试的心得，也会出关于其他财会证书考试的相关辅导书。而下一步，我打算考 CFA， 学无止境，考无止境。小镇做题家也有自己的春天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